灵媒、鬼影、连体婴，这几部电影是恐怖片爱好者必看佳作，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导演，个个都有着鬼才之称，那就是班庄比辛达拿纲、博德潘王班等人。2008年，他们合拍了一部《死神的十字路口》，讲述了4个有鬼的小故事。不同于那些吓人的恐怖片，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相当轻松。那么，它的氛围真的很友善吗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睡前鬼故事。第一个故事，寂寞。独居女孩阿梅因为腿伤窝在出租房，每天只能通过天台看看风景，用手机和人聊天排解寂寞。这天晚上，她收到一条短信，有个人说想认识她。阿梅本来不想搭理对方，毕竟她一个人生活不怎么安全，但是那条短信太有诱惑了，阿梅忍不住回消息问：我们认识吗？她很快得到了回复，之前不认识，但是现在认识了。这种暧昧不清的话引起阿梅的兴趣，在得知网友是男生时，她更是高兴的手舞足蹈，答应跟对方做朋友。第二天，她迫不及待拨打男生的电话，可惜手机没有接通，也没有收到新短信，这让阿梅感到失落，以为昨晚的经历是场梦。但等夜幕降临，男生再次给她发来了短信。阿梅得知男生住的地方很狭窄，已经被困在那边100天了，还没有电脑消磨时间，于是爽快答应陪他聊天解闷。那边似乎受宠若惊，秒回说和你聊天整晚都不会闷，这让阿梅小鹿乱撞，表示自己也困在家里。他因为出车祸腿折了，3个月还没有康复。男生赶紧短信安慰他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这段关心让阿梅卸下心理防备，因此当男生想看她照片时，阿梅爽快地答应了，还趁机提出交换照片。可是当阿梅收到男生的短信，却发现他给的照片就是自己发送出去的，难道他被耍了吗？阿梅虽然不生气，认为这里面藏着小情调，但还是短信问个清楚。谁知男生回复他，两人是一起拍的照片，让他好好看清楚。阿梅的照片是坐在床上现拍的，家里并没有其他人。可是在她重新看照片时，上面有个模糊的脸孔。她不敢继续聊天，等天亮再次拨打男生号码，结果依旧没有接通。晚上她上网看新闻，发现有一个百日葬礼祭奠，死者据说是自杀身亡的。她的父母在给孩子下葬时担心儿子寂寞，于是在棺材里放了一部手机。这不巧合了吗？和阿梅聊天的男生也困在某个地方100天了。阿梅那小心脏吓得砰砰跳，咋的？她聊个天还撞鬼了？正当她重新查看照片时，电脑忽然灭了，手机也突然被外力甩去了床底。她连忙艰难地捞手机，哪知道手机震动了一下，男生又给她发短信了。阿梅打开来一看，是男生问她：你在怕什么呢？好家伙，搁这监控她呢。这回阿梅连手机都不敢碰了。可是男生又发来一条短信，让她别关机，还表示会经过阿梅所在的公寓，想来这边跟她线下面基。阿梅赶紧撒谎，声称自己有男朋友，拒绝的意思很明显了。男生却告诉她：我就住在你家大楼对面，看你就一个人啊。阿梅从阳台往外看，对面哪有大楼，只有个大马路。可是还不等她再次拒绝，男生就说：我上楼了。接着楼下的灯一层层灭了，阿梅连忙关好门窗，可这物理门窗阻止人可以，阻止幽灵鬼怪那是一丁点效果都没有，还不如买张天师符贴身上了。所以尽管阿梅做了防护措施，她房间的灯还是灭了。黑暗中的她哭得止不住发颤，连呼救都忘记喊了，只来得及打开手机屏幕，试图看清周围环境。可惜等待他的是男生已经进屋的短信，还给他来了个突脸袭击。阿梅后退躲避时，一不小心撞碎了窗玻璃，从高楼摔死了。他死的那一刻，一辆葬礼车从他尸体旁边经过，主角正是和他聊天的男生。3个月前，男生被女友单方面分手了，一时想不开的他站马路中央寻死，刚好被一辆计程车撞飞，而计程车里坐着的就是阿梅。男生的尸体落在身受重伤的阿梅旁边，还没闭上的双眼看着阿梅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就盯上了这个女孩，死后纠缠阿梅，拖她下地狱陪伴自己，一起缓解内心的寂寞。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网上聊天要谨慎，毕竟隔着一条网线，你不知道对面是人是鬼。第二个故事，催命符。阿辉是一所学校的学生，他家境贫寒，长相一般，成了学校校痞们的霸凌对象。阿辉性格懦弱，每次都不敢还手，只能低声下气求饶。可惜他的话并不管用，还会招致更狠毒的拳打脚踢。有一次，校痞们的大麻被老师收走，他们认为是阿辉告的状，夺走了他的课本，将人堵在教室狠揍。之后带人上车兜风，不顾阿辉满脸的血，拿打火机烧人眉毛，还将他的单车扔了出去，抓住阿辉的胳膊，把他往车外推。可是作恶看戏的他们却没能抓紧阿辉，以至于阿辉摔下了急速行驶的卡车，是生是死谁也不知道。这件事没让小团体反省，女孩瓶子有些担心，问团体里的老大春哥能不能通过他爸的关系摆平这件事儿。春哥表示别担心，大不了学校劝退。这时阿辉抱着课本出现了，其他人怒从心头起，又抓着他一顿暴揍。只有瓶子看不下去，在旁边给阿辉说情。阿辉眼里流出血水，盯着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说他们这群禽兽全都该死。随即一个翻看阿辉笔记本的女孩忽然大叫，头发卡到了旁边的架子里，她莫名其妙挣扎着要逃走，头皮却给拽破了，鲜血顿时流了满身。阿辉看着女孩恐怖的下场，嘴里发出了笑声。然而他还没高兴多久，笔记本从架子上落在他眼前，阿辉赶紧爬起来，双手朝着空中慌乱挥舞，大喊着走开，别过来。这时有个小弟推了他一把，阿辉不幸从窗户摔出去，直接高楼坠亡了。其他人眼见命案发生，全校师生还成了目击者，连忙拖着流血女孩往外面跑。他们准备先送女孩去医院，结果女孩中途流血过多死亡。接连两起命案让他们慌了。小团体中有人注意到阿辉死前的状态，好像在害怕什么。有个小弟表示他看到过阿辉下咒，所以阿辉可能为了报复，用死不瞑目的人的画像制作了催命符，在符上写我看到你了，那么看到画像眼睛的人就会死。这时刚好有个人在翻阿辉的笔记本，他头上的空调外机瞬间砸下来，那人被砸得血肉模糊，外机里的风扇还断裂飞出，眨眼切入另一个人的脑壳。而阿辉的笔记本似乎有了自我意识，在空中飞舞，追逐还没遭到报复的校痞们。有两个校痞为了躲避笔记本，快速从楼上跳下去，可惜他们却没能摆脱死亡，一个当场摔死，另一个被大量纸张包围。等瓶子从楼上跑下去，阿辉的怨灵已经现身了。他将催命符举到校痞面前，对方赶紧道歉，表示当初不应该伤害阿辉。然而阿辉没有原谅他。现场突然发生大爆炸，校痞瞬间被火焰吞噬。瓶子趁机躲进卡车，被赶来的警方救走。但他没有因此脱离险境，阿辉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，陪着他一起坐在警方的审讯室里，捣鼓着笔记本上的催命符。瓶子害怕的瑟瑟发抖，泣不成声。可是真正逼他去死的，除了阿辉，还有那些视他为死党的校痞们。本来瓶子没有欺负过阿辉，虽然袖手旁观，但也给他求过情，不会受到催命符太多影响。他死党的鬼魂却掰着他的头，强迫他去看催命符。瓶子为了活命，竟然自抠双眼，如此一来，他就不会被带走了。而那张催命符仍旧在世间飘荡，还会突然占据整个屏幕，给观众吓得够呛。第三个故事叫中间人，说是4个好朋友一起去野外露营。夜晚，他们睡在帐篷里讲鬼故事，声称以前有个人在河边露宿，到了深夜，他的脚边忽然坐着一个女鬼。虽然女鬼没有伤害他，他那一夜却在害怕中度过。第二天去问森林管理员，得知之前有个女人在河里淹死了，恐怕那个女鬼就是女人的鬼魂。据说当时那人睡觉的位置就是男生阿池所处的地方。阿池本来还对女鬼的美貌想入非非，一听朋友这样说，浑身汗毛直竖，让其他人赶快闭嘴。4人中的 A 却不怕鬼，觉得世间没有鬼，说的人多了，这鬼似乎才有的。他跟其他人调侃，如果这次漂流自己先死了，那一定会回来找那个睡在中间的人，就是说鬼故事的阿泰了。阿泰没有将这句话当真，还有说有笑的回应 A。 隔天他们带好装备去漂流，结果遇到了急湍的水流，船当时就翻了，几个人被水流淹没，最后回来的只有3个人。
A 因为救溺水的阿泰不知所踪了，他们沿着河岸找了半天，结果一无所获。晚上回到营地，三人决定明天找管理员搜山。可是阿泰想到 A 昨晚的话，忽然不敢睡中间了，害怕 A 的鬼魂回来找他。其他人也心生害怕，最后呈三角形躺下了。不过他们都没有睡着。半夜听到帐篷外有脚步声，帐篷的拉链还被一只手拉开，原来是莫名回来的 A 浑身湿漉漉的，皮肤青中泛紫，还说自己很冷。其他三人虽然一如往常对待他，却都觉得他可能变成了鬼，毕竟溺水了大半天，怎么可能不出事？于是睡觉的时候，一个个都找了理由去帐篷外面蹲着。最后出来的阿池还做了噩梦，给他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喘。不过 A 也在后面出来了，还要跟阿泰一起去解手。阿泰本来因为 A 的死愧疚，看到他身上淌水，还抱着好朋友没死的幻想，没有跟 A 讨论死亡的事。直到他在河里看到了 A 的尸体，顿时头皮发麻，撒丫子往回跑，告诉阿池他们 A 死了。三人连忙拉上帐篷拉链，还大喊不要跟鬼做朋友。可是 A 虽然没有强闯，却守在帐篷旁边没走。三人赶紧带着帐篷跑啊，结果实在跑不快，只能丢弃帐篷躲进森林。途中阿泰和别人走散了，另外两人不知道怎么爬到了树上，阿泰的眼镜还掉了，他高度近视，失去眼镜看东西就很模糊。等眼镜被 A 捡起来，他还以为是阿池他们，一脸镇定的戴上后，才发现对面的人影是 A。 阿泰赶紧接着跑路。不久后遇到了阿池两人，他们就想坐船离开营地，哪知道船旁边飘着一具尸体。阿泰灵机一动，要是让 A 看到他的尸体，他就会意识到自己死了，也就不会再来纠缠了。可是当 A 的鬼魂现身，阿泰翻过尸体给 A 看时，那具尸体不是 A 的，而是他自己的。接着阿池看到了另外两具死尸，原来他们都淹死了。A 在和阿泰去解手时，看到了飘在河里的4具尸体，他那时才意识到自己死了。后面为了引导3个朋友认清事实，所以才会追着他们不放。这时 A 忽然问，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吗？其他人连连点头。可是 A 在他们答应后，却露出了惊悚可怖的笑容。难道他是4人溺水的始作俑者吗？片中没有给出线索，这个推测只是可能性之一了。第二天，阿泰的姐姐得知他溺水的消息，请假回去参加葬礼。姐姐在航空公司工作，本来要跟同事阿梅一起接待一位公主，现在重担落到了阿梅一个人身上，这便牵出了第4个故事，224号航班。公主已经结婚了，可是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，似乎王子有了外遇，媒体们都在谣传公主要失势了。阿梅身为1对1服务的空姐，在给公主准备午餐时，发现她座位下面有几张王子和女人的照片，公主手上的婚戒和自己戴着的相同，这要是被发现了，不就表明王子的外遇是她吗？阿梅害怕露馅儿，赶紧去餐房洗手，妄图把戒指取下来。可惜这时公主又按铃使唤她只能过去给人送咖啡。公主全程表情冷淡，二话不说掀了咖啡，烫得阿梅一条胳膊都红了。他不敢指责公主，但心里那口闷气儿得出一出啊。于是，在重新准备咖啡时，他脱下鞋子，用鞋跟在咖啡里搅了搅。这小三给你当的真够气人的。公主自然没有喝，只是为了使唤阿梅罢了。之后还挑明问他为什么也有一个波斯戒指。还没等阿梅回答，公主说了一个习俗，在她的国家，如果一个女人跟有妇之夫有染，就会被抓起来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用石头砸死，死前还要下跪祈求受害妻子的原谅。面对公主的百般羞辱，阿梅继续选择忍气吞声。可是在公主挑剔午饭后，她实在忍无可忍了。知道公主对虾过敏的前提下，她将一盘虾面中的虾取出来，面端给公主食用。不知情的公主吃完后咳嗽不止，连忙跑去卫生间漱口。这让阿梅得以翻看座位上的照片，上面赫然是她跟王子的亲密照。原来公主早就发现了阿梅是小三，但此刻的公主双目充血，下飞机后不久便离世了。国王要求他们将公主遗体运回去，依旧是阿梅随同护送。因为公主的死，航空公司决定辞退阿梅，所以这是阿梅最后一次出任务。公主的遗体不能放行李舱，于是在客舱给她安排了单独座位。
客舱只有阿梅和尸体，本来这也没什么。比较邪乎的是，那具尸体坐在舱头，却总是莫名其妙朝阿梅这边跑。阿梅打电话和机长求救，机长问她怎么了，阿梅总不能说自己杀了公主，支支吾吾的挂断了，还壮着胆子给尸体挪回原位，找根绳给她绑紧了。哪知道这顿操作根本没用，尸体不仅自己摆脱了束缚，还能在客舱到处啪啪走。阿梅一开始以为是机长的恶作剧，故意把尸体藏了起来，机长却觉得阿梅在无理取闹，单方面挂断了电话。这时阿梅听到卫生间传来呕吐的声音，地上扔着裹尸布，尸体跑哪儿去了呢？阿梅小心翼翼打开卫生间的门，里面却没有东西。她感觉自己快被折磨的神经质了。结果怪事到这里还不算完，卫生间的门忽然上锁，她的身后莫名出现呕吐声，尸体正一步步向她走来。阿梅吓得连跑带叫，干脆抄起了消防斧防身，随后用斧子去砸窗玻璃。机长赶紧出来阻止她，为防阿梅再次发疯，给人锁在了客舱。阿梅这回跑不了了，跟公主尸体面对面，属实是任鬼宰割。等飞机抵达目的地，机长他们打开客舱，便见阿梅跪伏在公主尸体面前，整个人僵硬无比，死不瞑目。死神的十字路口所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虽然说是惊悚恐怖电影，其实全片看下来不是很吓人。4个鬼故事跟以前某些杂志里的内容差不多，尽管有怨灵鬼怪出没，还带着说教的意味，表现出来的氛围却很轻松，甚至还能让观众发笑。比如第3个漂流少年在营地讲鬼故事，应该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吧。和朋友在黑灯瞎火的时候说恐怖故事，这种俗套的安排让剧情更生动了。所以感兴趣的宝子们可以去看原片，这部电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最后宝子们别忘记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